啊？我在看我的基金跌了多少，要不你给我看看吧。哎，和你的这身衣服一样绿。Hello， 我是阿崔。阿莲，最近你们应该都听说了吧？基金大跌，你们还好吗？我年前的时候，哇，那个基金涨得过了一个开心年，年后啊跌的是惨不忍睹。然后我身边好多朋友，包括关注我的小可爱们，也跟我一样。但是，阿脸这几年也一直在研究理财投资嘛，就给我们家也增加了一点点的财富。其实呢，他是一直有自己的一个方法理论的。他跟我说，只要你们明白了这一个道理，就一定会富。真理。所以是什么道理呢？其实这个道理呢非常简单，就是巴菲特巴老那句话叫买入优质公司的股票，并且长期持有。买入优质公司的股票，并且长期持有。对，那其实呢就是书本上所说的学会价值投资，拥抱核心资产。那其实这一点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越早的明白呢，可能真的会改变你的一生，终身受益。早点明白，早点富。其实核心资产这4个字呢，我觉得是近2年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词汇吧。那其实通俗一点讲呢，在我的理解就是它可以躺着为你赚钱，你又随时可以将它变现。那什么是核心资产？我要去囤一点。它可以是一家优质公司的股权，也可以是一个1线城市中心地段的不动产。它可以永远作为你在当今或者是未来时代的一种最核心的资产，来为你创造财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父母那代人呢，炒房。对。就是很多人真的在房价很低的时候买了很多套房，现在就过得非常好，每天收租啊，或者是钱不够了就卖一套房子吧，花个几年。那我觉得在那个时期呢，房子就是属于那个社会的核心资产。我明白了，一下子明白了吧？对。但是呢，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出了很明确的政策，房住不炒，投机房市很明显是不可取的了，那只能进入金融市场。其实这个观点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跟很多朋友聊过这个事情，是吧？那个时候中国 A 股只有2600点，现在已经是3600点了。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就买入招商银行的股票，然后扔点钱，肯定会赚的。这句话我说过吧？当然啊，这个不是说让你去股市投机炒股，今天买明天卖，然后追涨杀跌。我说的其实是一个很长周期里的一种投资的理念，买入持有，这个周期可能是1到3年，可能3到5年，甚至是5到10年，10到20年。优质公司的股权呢，其实收益在2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公司每年的分红。股票有分红啊？股票是有分红的，很多优质公司的分红呢，每年是要超过你在银行的固定理财的收益的。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它的股价的抬升。比如说，你6年之前以11块钱每股的价格买入了100股中国平安的股票，一共花了1100块钱。那现在呢，中国平安的股价已经是86块钱。那就是8600块钱。对，相当于翻了很多倍。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卖出去，那时候的1100块钱变成了现在的8600块钱。首先从世界发展的角度来说呢，中国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啊。那其次呢，我一直理解的金融市场它是有它的使命的，金融是要为科技和前端的实体产业去服务的。也就是说，这个钱散户拿钱进入到股市，去帮助优质的公司融资，然后优质的公司呢拿到这个钱，通过这个钱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去发展公司，发展整个支柱产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国家层面想看到的东西。知道为什么他每次给我讲我都困了吗？还有一个点就是通货膨胀。那通货膨胀其实是一个长周期才会体现出来的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原因，美国印了很多钱，印了很多的美元。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全世界人民在为他们的美元买单，就是全世界人的钱都会变得不值钱。对，他们那慢慢的可能就会发现，哎，我存在银行里的钱好像钱还是那些钱，但是它的购买力真的下降了很多，也就是说变得不值钱了。那什么会越来越值钱呢？好的公司的价值会越来越值钱，你明白吗？我大概明白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吧，小打小闹的，拼死拼活的赚钱，怎么都赚不过那些有能力、有资本的大公司、大企业。精辟。你再能赚钱，你有招商银行能赚钱吗？没有。你每年赚的再多，你有茅台公司的利润增长率高吗？没有。你没有。对，就是这么理直气壮，我没有。所以为什么你不买入他们家的股票，让他们为你来赚钱呢？那股票不会跌吗？之前不还有股灾什么的吗？
股灾这个事情，我觉得大概率不太会发生了，而且上面也不会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其实这几年已经慢慢有感觉到中国的股市有在对价值投资者越来越好的这么一个趋势，起码已经在非常努力的从制度上啊，从各种体制上进行改革了。那即便是有15年那样的股灾呢，其实你放到一个很长的周期来看，好的公司永远都是好的公司，它的股价其实一直都是在稳步往上走的。它虽然就是有这样跌嘛，但它也是这样跌的，但是总体来看是涨的。对，所以呢，也在此奉劝各位呢，不要以一种投机的心理进入股市，更不要追涨杀跌。其实跟基金也是一个道理。看到买的这个基金最近涨了好多呀，我也去买吧。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高点了，然后它可能短期会有一个回调。那在回调的时候，你感觉跌了，我快卖了吧。往往股市和基金赚的就是你赚的钱。放到长线来说，买入一只基金经理非常好的基金呢，长期持有它的收益都是颇丰的。有一个真理就叫做慢就是快，龟兔赛跑。你用投机的心态去操作股市，你可能短期很牛，但是长期一定不会很牛。其实像巴菲特，他已经被大家奉为真正的股神，他的年化收益平均下来其实也只有20%，但是这个是复合算法，也就是说。你今年是100万赚20%，明年可能这120万再赚20%，它这个收益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就非常简单，找到一家优质公司，在低位买入它公司的股票，一直拿着。像比亚迪，它很多年之前买了，当时股价只有6、7块钱，现在比亚迪一股已经前段时间最高到270多块钱，你算算它翻了多少倍？像巴老手里的公司呢，还有苹果，还有可口可乐。其实巴老的投资也不是很顺利，他当年在买入可口可乐之后呢，也遭遇了这个滑铁卢的这种金融危机，被套了30%，但他一直拿着，一直拿到现在，那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情。所以关键是要会选公司，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对他的理解表述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大概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首先这个公司要是在行业里的龙头，不可替代。对，像酒水里面的茅台，包里面的爱马仕。对，那再像银行4大行，我前两天在雪球看了一篇帖子，帖子下面有一个评论说，我叔叔持有工商银行的股票25年了，我要好好的对他。其实银行股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被低估，然后它这个公司又不容易破产啊，或者是利润受到影响一个行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行业。那你去这个行业里面找你觉得最优质的公司，它体系啊，它的各种是最优质的，那就可以。买入时机呢也非常重要，像如果你在过年那段时间高峰买入茅台的话，到现在应该也要被套了30%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呢，中国 A 股市场里的所谓的核心资产，差不多就那小几十只股票，那每个行业可能1到2只。那如果是你在它估值较高的时间买入，其实你要在很长一段时间接受心理的这种折磨，因为你是亏损的。你就怕它继续再跌，你亏的再多，所以你可能就会拿不住，就会卖掉。所以反而你在它的股价没有被炒得很离谱的时候买入呢，那有一定的利润之后，你可能会拿得很安心。所以持股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巴菲特，我觉得如果我是巴菲特的话，我的比亚迪的成本是6块钱，我可能在100块钱早就拿不住了。已经翻了很多倍了。那我有一个办法，我买完了之后就把软件删掉。我也试过这个问题，但我还是会去搜。所以这个心态还是挺重要的哈。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谁都不敢100%保证投资总是有风险的。我们说的这个价值投资这个办法是其中最稳妥的一个办法，而且从历史的这种证据上来看，好的公司它的股价你放上月线上的一个很长周期看都是在上涨的。其实这一点在投资界是一个非常认可的一个点，就是买入优质公司的股票长期持有，但是实际真正能做到它的人很少，这个会考验你的选公司的眼光，什么时间买入，买入持股的信念。等等，所以其实真正实现下来呢，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机器人一样，买入就丢到那里。那其实跟定投差不多是吗？对啊，好专业，竟然知道定投是什么意思。其实对于在座的大多数人来说呢，定投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方式。就比如说，我觉得招商银行好，可能它现在的股价稍微有点高，那我可以以定投的方式每个月买入一些。那长期来看，你的成本会被分摊得很均匀。
就不会说一下买在一个高点或者一下买在一个低点，这样就会降低风险。其实大多数人在日常的生活里，不是说我一下就有了这么多的闲钱可以一直放着，对，那我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每个月我攒下500块钱，这500块钱去做这样的一个价值投资的理财，其实长期来看真的会让你受益终身。那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的扣1，没听明白的扣2。那其实这期视频呢，是真的希望在座的你们呢，能提前了解这一些真的是可以改变终生的一些逻辑和理念。说的直白一点，像我们身边很多人，因为之前买了房子，那可能就会改变他的一生。那现在没有房市这么一个机遇了，那学会价值投资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资产都在被大家争相的掠夺，所以等越来越多人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核心资产会变得越来越贵。行，我觉得这期内容吧，阿烈已经很努力的讲的让大家都能听懂了。如果你认真看的话，坚持看完的话，应该会能学到一点东西。那如果大家真的有遇到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私信我，如果我看到了的话，也会尽量回复大家。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呢，能给你们一点帮助。家家的少，幸福生活全都有。